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开箱2位重量级的选手，也就是在我右手边由这个英国的经典音响品牌 B&W 他们所推出的 Formation Duo 无线的主动式喇叭。那大家可能在以往会看到我比较少开箱这种贵或者是比较巨大的产品那其实原因有2个啦。第一个就在于说，因为这种产品它比较贵嘛，所以它其实跟一般人的距离是非常遥远的。那第二个又是说，就是有时候这种贵的音响产品10几20万，你看规格，它还真的不如那种5、6万块的消费级的一个soundbar，然后你用言语又很难去叙述它，那所以好像录了也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其实最近这样录了很多集 YouTube 之后，我有时候想说，那当初录 YouTube 的用意不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更简单的、更轻易的接触到音响产品？那也许这样子，我们去开箱一些比较高单价的产品，也间接的让很多人他对音响、对音乐也更有兴趣，就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其实一直有这个计划去开箱这种，假如说被动式喇叭、扩大机就是虽然录这些东西一定是比较没有流量的，但我觉得就是我们身为一个，其实我们本身就是做音响起家的，那好像这些东西不应该去遗忘掉它了。好，那话说回来，其实这2只真的是非常的巨大，就为了要让他们2个入镜，就我人都要缩到这个比较小的空间里面。那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个 Formation Duo 它的一个外观首先呢，它的外观高度40公分，宽度20公分，深度30公分。那乍看之下会觉得说，好像这样的尺寸不是很大，但是放到了你眼前，你还真的觉得说，这个真的是。加上它有10公斤的单支10公斤的一个重量，你在拿它的时候，你就觉得这真的是非常有分量。那当然音响不是说比谁比较重，那这样就是买砖块就好了嘛。所以我们接着要讲它的一个标志性的高音单体，就是你现在看到它上面有个类似麦克风结构的这个1寸的碳膜高音那基本上 B&W 它这个麦克风造型的高音是非常有标志性的。为什么？这就好像说你假如说你以后你女儿或女朋友在路上说车祸了，我撞到别人车子了。然后你女朋友跟你讲说，以他那个车子的标志，我好像没怎么看过。然后就问他说那是什么形状？然后你女朋友就回说，他那个有点像一对翅膀。这时候你听到，你就会你就直接倒地晕倒这样子。那这个 B&W 的这个麦克风形状的钻石高音，它也有着同样的这种标志性的程度，就是你去音响店。然后你就说，我爸有这个家里面有音响那我不懂，但是我看他那个上面那个高音还是什么，有点像它上面有个麦克风，那人家听到就那你家用的音响一定很高级。那这个麦克风高音呢，也就是 B&W 它整个一个象征性的表现，所以它坐在这个 Formation Duo 上面 ，B&W 它把这个放进去，代表其实它对这款产品是很重视的。那其实它整体的外形，如果你看到 B&W 的中阶的700系列它其实会做得非常的方正。那同样会有这个同样的算是碳膜的1寸的高音。但是如果讲到 Formation Duo 的外形，它其实是应该按照这种800系列，就是旗舰系列的这种书架去做制造的。那你要知道，现在这种800系列的 B&W 就算是书架喇叭，它的价格也都比这个 Formation Duo 的2倍都来得贵，那更不用说你还要搭配一个身价相符的一个扩大机了。好，那接着我们讲到这个 Formation Duo， 其实它结构很简单1寸的高音嘛，那讲的标志的麦克风高音，它接着就剩下这个 6.5 寸的一个低音单体。那这样讲好像就没什么东西，但这个 6.5 寸的低音单体，它们叫做 Continuum， 跟这个800系列用的是同样的材质那6寸半可能有人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你大概看到它的频率响应，你就吓一跳，因为它从25赫兹到所谓的 33K 赫兹，它都有包含这个频率范围。那我心里面一开始看到这个频率范围之后，想说25赫兹，然后6寸半的低音，这真的还假的？会不会其实是虚标的，就是很虚的一个音色那这样的体验感受，待会再跟大家分享。好，那它整体的外形呢？基本上就是要怎么讲呢？如果你现在看到那个旋转的转盘，你就会看到它的整个的机身是采用一种雾面的，算是漆面的手感，就不像一般钢琴烤漆那种比较光滑亮丽的，那走的是这种内敛低调的一种作风啦。
那在它的下方呢，它会有播放键以及音量大小声按键，但是我相信你用这款 Formation Duo 的话，你应该很少会去按到它。好，所以其实外形我觉得应该要我们多给一些大家竞拍的角度，这样会看得更清楚啊。所以其实它的单体2颗，然后重量10公斤，外观的大小这样就讲完了。接下来讲它的一些无线的规格哦。无线规格的话，它支援这个 AirPlay， 然后支援这个 Roon。那 Roon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其实简单来想，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音乐播放软体，但是要花2万块去购买，这样就你没有听错，它就是一个音乐播放软体，要2万块。然后它的界面就会有一个独特的点歌的界面，让你可以去做操作这样。那它还支援这个 Spotify， 然后一样它不支援这个 Chromecast， 所以 Android 手机的用户就会有点惨这样子。蓝牙部分呢，它支援这个 aptX HD， 但是我相信你用这种喇叭人，你应该比较少会用就是蓝牙去连接它了。所以乍看之下，这样的规格好像蛮弱的哦。就这种产品，你还是要去听它，你才知道它的魅力。好了，那其实讲那么多，应该要给大家先听个几首歌来稍微领略一下这个英国 B&W 他们家顶级的钻石高音的魅力哦。那我们就进一下 VCR 吧。正是为了实现我和花儿的约定，看满天的星星，写出我心情，正好代表着我和你拥抱的生命。也许云端里有精灵窃听我的心，就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于是爱恨交错，人消瘦，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于是悲欢起落，人静默，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于是爱恨交错，人消瘦，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Happened to pass your doorway, gave you a buzz, that's all. Lately I've thought lots about you, so I thought I'd pay a social call. Do you recall the old days? We used to have a ball. Not that I'm lonesome without you, I just thought I'd pay a social call. I'd lie and say that things are just swell.
好，那听完了音乐之后呢，其实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对喇叭的听感啦。那必须老实说，其实 B&W 他们家的音色，在我印象里面不是最深刻的那一群。就是在每年的一个音响展啊，或者是其实我以前工作都会常常到很多的音响店里面去。就是我有听过 B&W 跟很多的扩大机的一个搭配，但是坦白讲，我觉得它给我的印象真的就是。你可能听到很多人说 B&W 有很多的一个录音室在用，那我听到 B&W 的印象也就觉得说它的音色其实你可能会看到有一些那种网红开箱 B&W 喇叭，然后说我听到那个一开声我就被惊艳到，它那个华丽的人声什么非常激昂的小提琴声，非常震撼的低音，这么快基本上如果我看网红这样写，我在听这类的喇叭的话，我会觉得那网红基本上他们是不听喇叭的，为什么？因为如果 B&W 的音色对我来讲，它就是没有什么印象的高音，没有什么印象的人声，然后低音的话下起来还不错，但量感也不是说很多这样子。那你会说，那这样讲起来好像 B&W 的音响不怎么样。但我跟你讲，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说，你一开始听你会觉得好像很普通，但是当你坐下来，然后你慢慢听的时候，你发现，它怎么？乐器的那种立体感的位置那么的好，那第二个就在于说，它的音色你不管开的再大声，你也不会觉得说耳朵会觉得不舒服。就当然这款 Formation Duo 它的瓦数是125瓦，你在一般的居家空间，可能居家空间30-40平，我觉得都还够用。当然你说那种100平的豪宅，可能用这一对就稍嫌功率小了一些，但是。你就算把音量开到80-90%你听一些音乐、古典乐或什么的，我觉得基本上都很耐听。甚至我晚上在听它的时候，我会听一听，要到睡着的程度。就是这么讲，它就是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就是为什么那么你看很多的音响的杂志的评论会把 B&W 的喇叭当做一个指标，然后很多音响厂牌都会讲说，我觉得我做的比 B&W 好，或同样20万，我就是做的比 B&W 好听。为什么大家都要拿 B&W 去当一个对抗或者是一个指标？我觉得其实是有它独特的一个魅力啊。那很多录音室用它嘛，我觉得它的音色来讲，也的确你没有那种也许有时候你说这种很没有特色的一种音色，你可以说它叫监听位，它叫中性，它可以很方便的、快速的去辨别说你的录音是不是有哪里调过头了，或哪里录的不好。但是简单来讲，我觉得它会有那么多人去追捧它，其实是在于说它的整个自然耐听的一个音色啦。好，那这时候有人就讲说，你以往不是都会有一些音色的调整吗？那这次的话，就是你一样在 B&W 它这个 Formation Duo 的 APP 里面，你会看到高音跟低音两个选项。那我的调整的话，就是把这个高音调整成正零。然后把低音调整成正零，不要瞎掰好吗？没有错，就是都没有调整。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一开始的时候，我在听这个 Formation Duo 的时候，的确觉得说，人声好像有点不够刺激，所以我会把这个高音可能加到正1，加到正2。但是我发现你只要一加了之后啊，其实你久听又开大声的时候，它开始就不是那么的顺耳了这样子。当然不是讲说它很吵，但是就是没有那么滑顺，所以听久了之后，我就觉得，毕竟你也买到了这个 B&W 那么一个指标性的一个产品了，好像就是你也不应该再去调它了，因为这种东西你没有什么好去质疑它说，它这个音色预设的不好了，我还要再去调一下更符合你的口味这样。所以你买到这种产品，是你的耳朵要去适应它的品味，要去适应它的音色，而不是应该你天天去调它，天天去弄它这样。那低音的话呢？这个要必须讲一下。刚刚我们不是讲说它就只有一个 6.5 寸的低音单体嘛，然后看起来好像25赫兹，感觉很像骗人的。但实际上你在听的时候，你会发觉说，这对喇叭它的低音的，我会说它其实低音的量跟低音的下潜程度，你会觉得有那种落地喇叭的一个气势。然后重点是它跟它的高音的衔接，就整个。你在很自然的音色状态下，你还有那么低沉的低频，那个听起来真的让你觉得印象会是非常深刻的。也是因为，其实我之前并没有那么长时间的去接触 B&W 的产品也因为它对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不是一个
很吸引我的一个音色，但是整个晚上体验下来，我觉得让我对 B&W 的这个整个感受又整个改观了这样子。然后我必须要讲的是说，它这个箱体10公斤重啊，其实不是重的没有理由的。当你把音量开到80-90%，然后你播那种低音很重，你就算播电子的音乐好，那种咚 stars， 然后一直有低音的那种节奏电子的，然后你去摸它的一个算是喇叭的身体哦。一般的喇叭，如果你播放像那个重低音喇叭，你去播放的时候，你就感觉整个喇叭一直在震得很重。但是如果你摸了这个 Formation Duo， 你会发现，它这个震动的感觉好像没什么在震动，就你会觉得很奇怪，你音量已经放很大了，然后怎么可能没什么震动？然后它的高音的这个算是一个泰模高音的结构啊，如果你去碰它的话，其实它是有一点那种弹性的，就是它的高音跟它的低音中间感觉是有那种小的，你说弹簧也好，或它有一个有阻尼的结构也好。但是 B&W 他们整个设计来讲，像他们都很强调说它的高音啊，因为它的高音人耳对高音很敏锐嘛，所以它的高音会做那么长。第一个，它后面都会做一些吸音的结构，就是你高音在发出声音的时候，你的那个喇叭是这样子的，你往前单体向前去推动空气，同时它往回弹的时候，也会给这个腔体内去送一个声波。那它为了不要让这个声波去影响它整个音色的发展呢，它的做那么长，其实是为了做一些吸音的动作，让声音往后送的时候会把它整个消掉。那同时，因为你低音单体运作的很剧烈嘛，那低音单体运作很剧烈的时候，机身会震，那震动会传到上面的高音，所以它又做了一些那种，你看我刚刚讲的，像是一些阻尼的结构，让它低音比较不容易传到高音去影响它的高音的音色。所以基本上他们在这种结构上，我觉得虽然他没有讲一些技术的细节啊，但是你光摸它去体验它，你就会感觉到这其实是有下了一番的努力这样子。那最后对于这样的产品呢，我会推荐给什么人呢？也许就是其实在台湾主动式的喇叭大家一直不是很接受，为什么？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假如说像这个 Formation Duo 代理商是保固2年嘛，大家会怕说主动式喇叭它会坏，那它坏掉之后不像你一般的被动式的喇叭跟扩大机，它扩大机坏可以换扩大机嘛，那主动式喇叭坏掉就是没救了这样子。那的确这样说也没错，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就是当你扩大机就是固定的时候，坐在喇叭里面的时候，它同时代表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基本上你在任何的地点，就是你的音色，不管这个产品到哪里，它的音色应该是保持一致的。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因为常常很多网友他在买音响的时候，他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某个老板他卖这个 B&W 喇叭，他说你在我这边听到的 B&W 喇叭是最好听的，因为我的扩大机的搭配，我的线材的搭配，你去其他间店都完全听不到在这边的声音。那也的确，你到了第二间店的声音又不一样，你再到了第3间，怎么每一间的那个 B&W 的喇叭的声音都有那么一点的不同？所以这也变成造就一个事情，就是说，你今天你买东西，你会很困惑，因为变成说，奇怪，那这东西的到底一个声音的本质应该是长怎样？所以你看到，其实大多数这种所谓录音室在用的监听喇叭，他们很多都是做主动式的。什么意思？就是今天如果你是要做录音室监听专业级使用的话，你不应该是假如说某个人 A 他用的是一个声音 ，B 用的是第2个声音 ，C 用的时候是第3个声音，他应该是在各个地方去使用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统整、整齐划一的一个音色表现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如果你说这是监听的产品特性的表现的话，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啦。那第2个我在于说，我觉得这也给了很多人在于，你看，如果今天你花了一个。如果你鉴别能力不是很好的人，所以其实你没办法去鉴别说那么多的被动喇叭配扩大机哪一个音色是 OK 的。相反来讲，如果今天厂商就已经做好一款现成的产品，然后就是 all in one 的，其实你只要一开声那这个就是一个 B&W 它在这种10几万、18万、17、18万的价位，它所定义出来一个该有的一个音色表现。所以我觉得你买这种主动式喇叭，你更能体会到原厂的一个对于声音的标准，对于声音的一个追求，它的
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那至于说东西会坏，我觉得这个有时候真的就是看命啊，因为你被动式喇叭配扩大机，你扩大机保固1年的话，你过的时间也是会坏嘛，因为也是要换扩大机嘛。那你买了18万好了，你花了9万买喇叭，你花了9万买扩大机，你过了1、2、3年你去换扩大机也是要花一笔钱。那18万你买一个 Formation Duo， 你说过了2年坏掉，你要重新换一对，我觉得以 B&W 的一个品质啊，应该大家对它的期待，或者是我们这种销售者对它的一个期待，不应该只有就是过完保固2年就坏了。但我也觉得说，也许代理商他们把这种各个零部件去公布它的一个，或者是他觉得常坏的一个零部件去公布一个维修或更换的一个价格，然后消费者有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说不定也许会更容易接受。但当然现实比较难，因为有时候假如说我公布这个扩大机的模组换一次要换2万，那一对喇叭换起来要4万，有时候消费者看到就会吓到说，哎呦，那我过完保固2年之后是不是就要再花4万去换？这样就我知道这有时候也有点难为啦，就消费者希望厂商要很透明，厂商有时候又怕说，太透明，消费者会先被吓跑，这样就尽管说东西的寿命可能是3、4年、4、5年之久这样。好了，所以这只是一点的感想。我觉得这么讲，这种高级的音响产品，指标性的音响产品，就大家在有生之年，然后如果有这个预算，然后又喜欢简便、喜欢简单，不喜欢搞的什么扩大机啊、什么前后级啊、什么喇叭啊占一堆空间，然后想要很率性的去听音乐，那用这一对 Formation Duo 是不错的选择。哦，对，要提一下，如果你要接电视的话，你要再花3万多块去买一个它的那个 Formation 系列有做一个光纤线的连接盒。你如果单独用这个 Formation Duo， 你是没办法去接电视的，这个要特别跟大家讲一下。但是相信如果你想买18万这样的产品，多出的3万元对你应该不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负担啊。好了，那我是 Alan， 这次的开箱就到这边。那大家想领略 B&W 的系列喇叭的一个美好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算是慢慢的开始陈列了。大家可以来我们麦斯音响的南坎门市，这种音响记得要先预约一下，因为我们要稍微准备一下吧。那就欢迎大家随时来音响，就是来我们店里面喝喝茶、听听音乐，那也可以看一下电视跟家电。那我是 Alan， 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